次一到周五的晚上，别人在酒吧狂欢，你在家穿着睡衣，大众觉得你无聊透顶。但如果你收到朋友取消计划的消息，你心里其实会暗爽一下。欢迎来到 Skyler 的认知空间，你即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理解。今天这条视频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心理学做壁码。一直以来，社会普遍认为，经常取消计划、喜欢宅在家的人是懒惰的，或者在故意躲避朋友，甚至心理有缺陷。这种效率至上和社交至上的毒性洗脑，让你感到深深的挫败、恐惧和负罪感。但是，我们要像一堵玻璃墙一样打断你的自动导航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完全颠覆常识的心理内幕，科学界根本不这么认为。心理学证明，宅在家并不是什么光怪陆离的玄学，它背后有极其严谨的科学公式。你不仅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只是在进行异常高级的心理进化。今天，我们将直接抛出5个被大众严重误解的错觉真相，为你破解这套黑魔法。真相1：环境掌控不是矫情，而是你的生存刚需。我把本片内容最重要的部分放在开场来说明，是为了告诉你事情有多么严重。我们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不可预测的噪音，突如其来的计划变更，以及和毫不在乎你答案的陌生人进行毫无营养的寒暄。这种不可控的混乱，对很多高敏感或焦虑人群来说，会极大的消耗神经系统的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回到家自己调暗卧室的灯光，设定好空调温度，播放起熟悉的白噪音时，那种缺失的控制感与安全感会立刻将你包裹。大众觉得这是娇生惯养或一种奢侈的享受，但从大局来看，家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，它是你对抗外界混乱、重建内心秩序的最后堡垒。在这里，掌控环境不是奢侈，而是真正的生存所需。你现在可能在心里嘀咕，懂了，所以我就是个需要躲在舒适区里的脆弱胆小鬼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如果刚才的生存本能让你产生了共鸣，那么如果不结合接下来的这关键动作，这魔法就会完全失效。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失了多大的潜力。真相2：无所事事实际上是创造力的巅峰时刻。社会总是在浪漫化走出去的文化，认为宅在家里发呆就是什么都不做的虚度光阴，这完全是偏见。研究表明，喜欢独处的人往往更有创造力，更善于自省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。我们用一个大家熟悉的场景来类比，就像 Tyler 斯威夫特写出格莱美金曲，绝不会是在拥挤喧闹、充满无效社交的酒吧里，而往往是诞生于凌晨2点安静角落里的思绪爆发。当你的大脑处于看似空闲的无所事事状态时，深层的默认网络被激活，正在进行极高密度的潜意识思考与信息连接。看似的什么都不做，实际上是最高效的自我迭代与灵感孵化过程。这就是独处赋予你的顶级做壁码。真相3：拒绝社交不是错失恐惧，而是追寻深度。我知道，每当你毫无负罪感地拒绝别人的聚会邀请时，总有人说你错失了生活。但事实是，你没有错失任何东西，你只是天生追求深度而非喧闹，追求平静而非表现。你的快乐藏在那些外界匆匆错过的微小日常仪式中，比如晨间专注地冲泡一杯咖啡，霸占沙发上那属于你的专属角落，或者静静观察日落时光影在房间里的变化。这类人根本不需要通过社交的广度来确认自我价值，这不是退缩或逃避，而是在喧嚣随波逐流的世界中勇敢坚守个人节奏的胜利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卸下了一副重担？真相4：取消计划不是讨厌朋友，而是系统设定不同。连续3个颠覆认知的观点过后，我们必须上点硬核的心理学证据。你身边肯定有那种总是说下次一定的朋友，普遍认知觉得他们在找借口，但心理学中的最佳唤醒理论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科学事实：每个人的神经系统运作方式不同，对刺激的需求也根本不同。外向者的能量来自于噪音和人群的混乱，那是他们的充电线。但对内向者而言，即使是一场极度快乐的社交，也在缓慢耗尽他们的电量。你的生理出厂设置决定了，家是你唯一能够真正插上电源充电的地方，外面的世界纯粹是个耗电过程。所以，理解并顺应自己的能量系统，才是最成熟的自我管理。真相5：不发朋友圈恰恰是最高级的自我觉察。最后，
我们要打破终极洗脑，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们都在兜售，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就是到处打卡社交。但心理学家指出，有一种极其高级的状态叫低刺激偏好，一个绝美的周末缩影，你独自在家喝着热汤看一部老纪录片，没有任何应酬和义务。这不仅不悲哀，反而是一种高度的自我觉察，你的内心世界已经足够丰富，根本不需要依赖外界的刺激或朋友圈来获得娱乐和满足。记住，活出最精彩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忠于内心的平静才是最高级的活法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周末独处感到无比快乐，宁愿重温舒适老剧也不愿出去制造回忆的人，你不是心里有缺陷，你只是拥有另一种极致的深度。想知道喜欢独处的人还有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隐藏魅力吗？下一期我们来看看喜欢独处的人有哪些有趣的特质。我是 Skyler， 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